甚至我们可以做出什么变化？比如说，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讲到，今天一个考生最需要就是客制化。好，当然这个客制化是在我们终结者里面，我们会帮每个同学去设计不同的读书计划，还有就是帮每个同学去设计不同的考点。好，所以像这个，像刚刚讲这些指令，我们也是在我们终结者课程里面，也会我专门去帮同学去设计这样子。OK，好，那另外这是什么呢？就是说，举个例子，像我在终结者，在同学评估规划的时候，如果我发现同学他其实除了 CR 弱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每次遇到文章里面出现比较长、比较难的句子，或者是整个 CR 的文字写的长一点、复杂一点，他就会开始没有耐心，他就会开始读得慢，他就会开始读到一半，读到后面忘记前面，或者甚至是会误解意思，或者是甚至是会错，资讯会掉，资讯会忘记哦，会落掉。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到客制化呢？我就可以做到说，我除了帮你把故事逻辑不变、故事唤醒之外，我们可以怎么样呢？请 AI 直接把同样的文字，把它的长度加长，好，句子结构变得复杂。OK，所以像你现在看到这第18页这个地方的题目，好，现在我们没有要让大家重读一遍，好，但这个答案等一下会在今天的讲座的最后会提供给大家，会在讨论区里面，应该会在今天的会议里面直接开放大家下载。OK，好，只有在会议里面开放大家，所以大家留到最后，好不好？OK，好，等下大家可以拿这个PDF 档之后回来对照。OK，好，这个文字的内容其实本质上完全跟这道题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就是所谓的加长版，而每个句子的结构变得更复杂。OK，那就可以让你在平常练习题目的时候，就可以同时去练到有耐心去阅读长句，并且在读难句的时候呢，是可以去找到重点哦，这样的概念，你就不用再去另外用什么杨红长难句或者什么其他的长难句了，就不需要了。OK，好，你一次用这个题目，不但可以去做到你原本错的题目的逻辑，也不会有记忆效应。更重要的事情是，你可以去练习读长难句。OK，好，甚至举个例子，如果今天我们发现说，其实你的问题不是长难句，而是说你的问题是在读某些领域的文章会比较慢，比如说读科学类的领域文章，比如说读社会学的领域文章，好，比如说今天读的是天文学领域文章，那我们也可以去请 AI 把一个故事从社会学换成天文学，换成女权，像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这个故事，OK，好，这个故事就是直接把它换成什么？换成女权的故事，OK，好，或者换成是这个 minority 的故事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为了节省一点时间，好，我们先请大家只看这个地方就好，好不好？好，只看就是我现在标起来红色的地方就好。好，看完之后请帮我打一个1，好不好？OK，好，只看红色这一块就可以了。好，好，各位，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哦。你看这个题目有没有跟刚刚很像呢？好，我们回顾一下。好，第一个，一开始也是有一个学者，这个时候变成女权学者，所以这个题目就是专门设计给看女权的那些文章会觉得很吃力，会觉得很害怕，好像有很多专有名词不懂，好像有很多的背景知识不懂。这个专门设计给他，这种终结者会专门设计这种题目给他，这样子。OK，好，还有什么说很少有机构会怎么样呢？会去认真的，这些机构是什么？这些机构是专门去针对一些弱势女性的机构。很少有机构会去干嘛？会去提供所谓的创意表达的平台，比如说像是 workshop 工作坊，或者像是这个写作的，就是集体写作的这种活动，对不对？很少有机构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OK，好，创意这件事情对于什么？对于提升这些弱势族群的韧性，提升这些弱势族群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呢，为了能够帮助这些弱势族群能够去跨越社会上的系统性的障碍，我们应该要干嘛？应该要去自驾这些活动。你会发现这个完全对到刚刚讲的东西，对不对？这个活动对到了刚刚讲的军官的创意活动，也对到刚刚讲的艺术课。这里面的这个帮助弱势女性的组织，直接对到刚刚讲的军官学校，也对到刚刚一开始讲的大学，对不对？那这里面讲的弱势女性呢，对到刚刚讲的什么军官学生，对到刚刚讲的就是理工科的学生，对不对？OK，好，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创意活动，是对到刚刚我们讲的前面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对在一起。你等一下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课件里面5个选项，其实都跟原本所设计的5个选项在逻辑上是完全一样。好，对正确选项的逻辑、错误选项的逻辑都完全一样，只是故事全部都改变了，改成新的故事。OK，这样的概念。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实验。好，我们来读读看这个题目。好，读读看这个题目，先请他去做这个题目。好，告诉我你看完这个题目之后，你会选择哪一个选项？好，我们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好不好？OK，好，各位好，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来听一下大家你们的，不是听一下，看一下大家你们的回答是什么？来，有同学是选都选项这样子。好，来我们看一下。好，来，所以很多同学选的是个都选项这样子。好，来各位，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道题目，好不好？来，这道题目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选择的是什么选项，好不好？来，我们一样花3分钟的时间来做。好，3分钟的时间哦。好，来，大家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什么？
好，同学们选了一选项，对不对？好，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东西吗？知道我在做什么？来，各位可以看到哈，在这个两个题目里面，对不对？这两个题目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都很像哦，大部分都很像哦。比如说像是这个故事里面，对不对？这个故事里面一开始讲的是数位革命里面，人们好有两种东西，一种是新的，一种是旧的，一种是打字机是旧的，一种是新的叫电脑，对不对？好，那打电脑本身呢又贵又比较复杂，对不对？OK，好，接下来还有什么？他说就是好，你看，nonetheless, despite the cost and complexity, personal computer began to appear in homes and offices in substantial numbers befo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user interface and affordability。好，它还没有变得更便宜，也没有更易用之前，电脑就开始铺开了，这样子对应到我们刚刚讲的什么东西，跟对应到我们刚刚讲这个地方，对不对？虽然就是蒸汽机用蒸汽来去驱动的工厂，虽然还是很贵，好，虽然还是有一些缺点，有成本的缺点，但是呢，竟然就已经铺开了，对不对？在还没有改进之前就已经铺开了，这是不是对应到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个新的，有一个旧的，新的叫做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新的叫做电脑，旧的叫打字机。这边看到的新的叫什么？新的叫做就是蒸汽机，旧的叫做传统的水力动力或者是风力动力。好，那新的东西呢，其实很贵，不方便。好，但是呢，它在改进之前就马上铺开了，对不对？而且甚至在哪里铺开？甚至在什么？在那些明明可以用旧的东西地方，明明环境是可以用旧的地方，既然新的也可以普及。OK，好，这边也是一样，对不对？明明环境上可以怎么样？明明环境上是明明今天你可以用旧的东西，你可以用打字机，好，打字机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结果呢，新的还是普及了，对不对？好，来各位，这道题目大家很多人选到了读，但是另外一道题目大家选到了一，对不对？OK，其实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东西吗？我现在在做的东西是一个试验，叫做什么？叫做 test，应该叫做 factorial design test。我可以去设计出两道，其实背后考的是一样的题目，但是不会让你感觉上像是说两道一模一样的题目，但是我会偷偷改题目里面的一些细节，我们来测试同学会不会看到混淆选项。好，比如像这个地方，各位，其实这两道题目的答案是一样的，答案都是一选项，都是一选项。OK，好，那我们看一下同学们选择为什么这道题可以选择到一选项，而这一道题在选择到多选项是不是就做错了呢？原因是什么？你可以注意到，我知道同学们选多选项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说，好，要怎么去解释电脑虽然又贵又复杂，但是呢却可以提早铺开，甚至可以在有打字机的地方都可以铺开，对不对？好，同学们可能会觉得说，解释是这样子的，因为有很多任务能够用打字机完成，必须要靠电脑来完成。那因为我就是要去做到这些任务，打字机无法满足我的需求嘛，对不对？打字机做不到，所以 of course 我用电脑是必然，对不对？同学们都是用这个逻辑来想的。但为什么这个选项不行呢？是因为可以看到我在改变题目的同时，我偷偷加进了一些细节。各位，你们刚刚看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你要解释的是为什么明明打字机其实已经可以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了，打字机还是普及，你看那个电脑还是普及的。这时候你就完全不能用多选项来解释为什么。多选项要讲的是我的需求，我要做的任务，打字机无法完成。它跟题目里面的资讯违背了。题目里面的资讯就是什么？就是说打字机本身是可以满足用户的需求。好，所以你就不用再讨论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这边我故意在改变故事的同时，我故意多细加了一个小条件。好，但你想如果今天我没有改变故事，对不对？我没有改变故事，我把故事换成是一模一样，我只是多加了几个字。那请问你在做完这一题之后，你在做下一题的时候，会不会立刻发现我多加了几个字？会嘛，对不对？那我就无法测出你的问题所在，对不对？因为你会意识到说这个题目刚刚我做过，我记得这个地方好像没有这几个字，你会直接意识到。好，那你会直接意识到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个下意识会觉得知道说，到时你可能在考这个地方，对不对？好，所以你不会发现。你会很容易发现但是你看，我这边故意改了，故意把故事改掉，虽然逻辑还是一样，但我在改故事的同时，我多加了这个小条件，你就很容易会忽略掉。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马上诊断出来你的问题就是什么？你的问题就是在读文章的时候，没有对你要去解释的这一个重点句去做精细的解读，你只是做略读而已。你以为你要解释的是电脑为什么普及，实际上你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电脑可以在满足所有需求的情况下普及。这样各位有理解我的意思吗？那为什么一选项可以解释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今天重点不是说能不能做到那个任务，而是说任务的量够不够。好，如果今天任务的量实在太多了，我们现在所有现有的打字机都无法处理了，那我们只好用到比较贵的电脑。好，所以一选项才是真正的答案，这样子。OK，那为什么多选项不是答案？它只是任务的性质。打字机是不是没办法处理，只能用电脑处理？可是文章里面就已经跟你讲，打字机可以用什么，可以去处理这些任务的性质。
所以 do 选项等于是跟文章的资讯做了根本的矛盾。好，所以如果你刚刚这道题选 do， 这道题却选一的话，那我就可以马上发现你的问题，就是你在读文章的时候，你其实没有去重点去看你要解释的东西的细节，你只是把它模糊化、概念化。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点去调整你的解题流程。好，这就是我们终结者现在在用的最新的方法，叫做所谓的 factorial design， 意思就是我会设计2道题目。好，比如说最常见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同学他做错了一道题，可是我不确定这个同学，我在诊断的时候不确定这个同学他到底是为什么做错。他是因为他的逻辑有问题，还是说他是因为阅读能力有问题？我不太确定他是什么原因做错。那我就会设计2道题目，就像刚刚让你们做2道题目一样。OK， 好，一道题目可能是什么？我把逻辑的难度维持一样，我用同样的逻辑，可是我故意让题目的用字、题目的文法、题目的句子结构都变得相对简单。OK， 这是一种方向。好，那么另外一种方向是什么呢？我故意把你做过的题目的逻辑换成非常简单的逻辑。非常基本的逻辑，但是我故意把刚刚那篇文章的阅读的难度，那个文章不管是用字或者是句子结构变得比较复杂，来观察你做这2道题目的时候，你的表现谁比较高，谁比较低。比如说，如果今天我降低阅读难度之后，你就从错变对了。好，我降低逻辑难度之后呢，你就从对变错了。我不是，好，如果今天降低逻辑难度，你一样错，好，代表说问题是在阅读。如果降低阅读难度，你就从错变对了，代表说你的问题在逻辑，你的问题在阅读这样的概念。OK， 好，所以是这样的概念，我会可以用这种方式去交互比对，去知道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就像我刚刚所做的，我设计2道题目，其实背后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我故意在里面加入一些细节，发现你就从对变错了，我就可以发现一件事，就是你在做题上面，你可能会有不重视细节的习惯。